为什么自己的移动总跟不上对方球速？明明自己发起的推挑，对方突击却是自己破防，对手突然加快出球速度，只能望球兴叹。为什么高手总是可以快速回位，被动也能快速回动的秘诀是什么？为什么高手推压后总能快人一步？好了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步伐训练。快速回动。视频开始，我们来看一组多球训练对比。因为发的比较快，小帅根本跑不过来。但大家仔细看，发现根本不算跑不过来，而是连使劲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大家看杨打，怕小帅一个人发不过来，所以2个人一起发，结果速度还是慢，辛苦大家凑合看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区别？杨在击球落地后是直接向后完成回动的，并没有出现一个先回拉重心再回动的情况。后场击球后落地也是直接向前回动的。每一个击球完成后的支撑腿落地瞬间，重心都已经开始收回。而我们反观小帅，他在击球支撑腿落地后的重心依然是向后流出的。他不仅需要先把流出的重心收回，支撑腿还需要缓冲大部分向后的冲力，才能再次将重心向中场回动。他转过身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要打球了。好家伙，继续恶性循环。如果这是比赛已经结束了，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是不是小帅回过来的球速太快了？首先，他是在被动情况下，如果回一个软过度，很可能会被对手直接拿捏，所以只能通过硬过度减小自己的移动难度。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落地瞬间就能直接回动呢？思考同时，我们看小帅表演个折返跑。冲出瞬间，重心向前方流出。快折返时，一条腿迈出上蹬起身体，从而缓冲向前的重心。此时这条腿有类似确认部对于重心缓冲的作用。小帅在空中上半身保持稳定，将自己双腿向重心流动方向摆出。这个状态落地瞬间，重心反而会流向刚刚的反方向，不仅收回了重心，还缓冲了惯性。落地就可以直接发力前冲了。那如果是跑到这返点再减速往返呢？就需要先收回重心，还需要费力缓冲掉刚刚的惯性，才能折返回来，明显慢了很多。好了，我们回到羽毛球，对方推球启动，蹬出重心，将右腿作为支撑腿后伸。注意，单纯的后伸支撑腿只能起到可以发力的作用，但并不能缓解发力。正确的方法应该在右腿后伸时保持上半身稳定，落地瞬间使身体呈现出与启动时方向相反的梯形。往前球如何快速回动？要做到在击球时将重心尽量调整在小腹位置，击球后快速弯左腿，将身体后坐，帮助右脚收回。至于往前很被动时如何快速收回重心，我们上一期刚讲过。总结一下，当我们处于很主动时，回动较快，是因为此时重心后流少。击球后重心几乎不需要先收回，只需要击球后左腿后伸做支撑腿，将身体紧跟即可完成回动。后退速度较快，正手屈还蹬转时，身体会与支撑腿一起后移，无法有效缓解后退时的冲力，落地后的回动就会变慢。
如果采用正手不转体击球，确认不蹬起重心后，上半身保持稳定。击球后下落时，右腿单独向后伸出做支撑腿，此状态落地后可有效缓解冲力，完成回动。最后，我们看一下头顶区，确认不到位后，尽量停止上半身向后趋势，同时确认不上蹬缓解重心后流。最后，在上半身稳定基础上，降左腿顺着重心后流方向后蹬做支撑腿。支撑腿落地时都是膝盖朝外哦，同时支撑腿支撑的反方向也是你要回动的方向。注意，支撑腿在击球后越早落地，支撑回动速度越快。所以我们在做确认步和蹬转过程中要尽量压低重心，不可出现过多重心起伏。最后一个小秘诀，在支撑腿后蹬时，另外一条腿弯曲可以更好帮助回动。大家在平时连步发时，并不是支撑腿落地后才开始收重心，而是要努力将重心在回动前调整成稳定平衡的状态。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